喂饲料喂出来的部队能不能打，暂且不知道，但上一个敢这么干的人，坟头草已经7丈高。连金将军都知道，困难时期要优先养活军队，只有先把军心稳住，国家才能稳步。古往今来，成大事者更是没一个不懂得护住枪杠子的道理。但我们的好邻居印度就是那个例外，他们是真敢把士兵当牲口养。早在2006年，印军就曾爆出过这么一则丑闻，很多士兵在吃完达尔之后浑身难受，呕吐拉肚子拉了一整宿，到底是个啥玩意儿，能让金刚不坏的三哥都窜稀。据了解，达尔是一种印度特色的豆制糊状咖喱料理，特点是做好后一锅一大壶，看不出煮熟前是什么原料，但士兵很快发现，让他们上吐下泻的根源可能不出在菜式种类，而是食材上。紧接着又有印度士兵反映，这股味道怎么那么像家里喂牲畜的饲料，于是纷纷向上级汇报。一开始上面以为是新兵挑食，没太当回事儿，直到其他兵也出现类似的症状，才不得不展开调查。结果一查吓一跳，大多数送检的样品居然都检测出了猪饲料。顺着这条线索，调查人员发现是一些后勤部门中的辛格专员挪用伙食款，用1000吨的廉价饲料代替正常军粮，拌进咖喱里，企图蒙混过关。其实吧，印度人也是打小就被恒河水调教起来的，个个都称得上钢肠铁胃。如果是正常的饲料，倒也很难让他们吃出问题，但坏就坏在后勤用的居然还是不达标的劣质饲料。印度士兵们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长期摄入，就出现了重金属中毒的症状。而与此同时，印度高级军官却在另一边享用着锦衣玉食，这帮人不仅自己大吃大喝，还把本该分给底层士兵的口粮拉到市场上倒卖，就连最苦最累的边防军也难逃其害。2017年，一名驻守边境的印度士兵名叫亚达夫，在社交媒体上连发3段视频，控诉部队提供的伙食太令人难以下咽，训练的强度太大，很多新兵都扛不下。还抱怨说，印度政府确实拨发了额外的口粮，但都被那些贪腐的军官给私自倒卖了。最后，他还忧心忡忡地表示，自己是在用生命揭发军方丑闻，他很可能会因为这些爆料危及生命。果不其然，就在亚达夫发生后没多久，印度军方就以他患有精神疾病且经常酗酒为由，判定他说的话不可信。随即亚达夫就申请自愿退伍，并被进行了为期数个月的调查。可即便黑幕重重，每年依旧有很多年轻的印度人挤破脑要参军，军队高层也丝毫不担心自己太贪会把手底下的人逼反，因为印度军队虽然腐败，但外面其实也好不到哪里。据 BBC 一项调查显示，在印度14亿人口中，约有10亿人缺乏购买非必需品的可支配收入。另一项数据则揭露出，全印有大约 2.2 亿多人长期营养不良。尽管印度粮食产量很高，但主要用于出口，而且那些钱早已多半流进少数农业寡头的口袋里。这种不平等的分配方式正是造成饥饿的根源。因此对于很多印度人来说，同样是挨饿，在军中挨饿也比在外面挨饿好。毕竟印度兵役可长达17年。虽然日子可能苦了点，但待遇条件会随着服役年限的增加而慢慢改善，所以很多印度底层民众都把参军视为翻身的机会，认为自己前期受的苦不过是在为后期的甜做准备，自然就不会有所抱怨。这种长期服役带来的关系网则进一步加剧了腐败风险，新兵营养不良，老兵却个个挺着大胃袋，已是印军的常态。久而久之，部队里就充斥着各种混吃等死的新兵和剥削下属的老兵。数据显示，从2014到2017年间，死于肥胖相关疾病的印军老兵甚至比在冲突中战死的还多。讽刺的是，印度明明在全球军费开支中排名第5，却在新兵伙食预算上紧扣不放，这又是为什么？首先，印军的军费开支分配相当畸形。由于印度制造业落后，武器不能自给，所以他们每年78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中，有一半要拿出来采购军舰、导弹、战机等先进装备。而印军的规模又相当庞大，有上百万人之众，另一半平均下来之后其实也没剩多少，流到伙食上的钱自然就少上加少。至于有多寒酸，看看印军平时的伙食就知道了，土豆加洋葱。因为便宜，所以这2样菜就成了餐桌上的常客。如果遇上高强度训练，洋葱拌土豆热量不够用，那就用高糖和高脂等垃圾食品来补充。可问题是，糟糕的运输条件以及无休止的道路拥挤，常常让一些食材还没运到部队过来，就提前馊坏。尤其是土豆，一旦变质还会产生毒素。印度的精锐部队驻扎在大城市里，交通便利，倒没什么问题。而如果是边境或偏远地区的部队，那可就太惨了，只能忍受营养不良甚至中毒。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印度本就粮食紧缺，而腐败又将这一问题进一步放大。780多亿的军费本来是够一些印度士兵吃饱喝好的，但是由于中饱私囊的普遍存在，导致再多也不够用。从2000年到2023年间，印军内部正式记录的腐败案件就超过了1800件，其中涉及伙食、军需供给的丑闻更是占了相当一部分。光是2013到2022年间就上报了1080起，相当于每3天就有一起。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2010年倒卖烈士遗属住房的阿达尔什丑闻事件。原本印度政府批准在孟买建造的住房是要分配给牺牲军属和退役老兵的，结果战事遗孀没分到多少，一堆印度的高级将领、政客和官僚却个个住上了豪华海景房，真正的印度士兵家属却只能流落街头睡天桥。同样是赚死人的钱，1999年，正当印巴两军在卡基尔前线激战正酣时，印度军方高层居然打起了死去士兵的主意。战争刚结束，就被爆出以战时紧急为由，从美国高价采购军用棺材，行情价只要1200美元一口的铝制棺材，却在印军采购官员手里抬价2倍，变成2500美元，并且一口气采购500具，外加3000个裹尸袋，总金额保守估计超过150万。一半都是回扣，这油水未免刮得太狠了。可以说，从活着的伙食到死去的棺材，辛格专员们无一例外都能找到赚取回扣的方法。类似的虚高定价还有2012年的塔特拉卡车骗局事件，印度陆军用高出25%至35%的价格引进捷克军车，却发现报价被层层叠加，回扣率相当之高。而国会批下来的预算就这么点，蛋糕就这么大，你摊一点我摊一下，到士兵手上估计就只剩稀得照出人影的咖喱了。可悲的是，印度士兵们不仅吃得差，住的也糟，尤其是边境的那些高原部队，条件之恶劣完全超出想象。在拉达克、西亚琴冰川这些地方，海拔动辄5-6千米，冬天零下40多度，缺氧缺到点根烟都难。这样重要的前线部队理应得到更好的资源倾斜，可现实却是只有极少数的印度军官才有资格住进3至5人一间的保温帐篷里，其余的大头兵只能10几20个的在一间帐篷里挤，身边能用来取暖的只有煤油炉、发电板以及尚存余温的战斗躯体而已，这跟在高原上裸奔没啥区别。大多数印度士兵只能靠烧柴或劣质煤块熬过去，结果很多人冬天不是冻伤就是肺病缠身。更荒诞的是，印度高层明明批了巨额经费用于采购高原御寒装备，可真正发放到一线士兵手里的却是棉絮早已结块、军靴开胶渗水的边角料，穿身上像极了乞丐。2016年，印度审计署曾专门做过一次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的边境哨所缺乏合格的防寒服和取暖器。驻守西亚琴的印度士兵穿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军购棉衣，而与此同时，负责采购的后勤部门却在账目里爆出了进口高原防寒服的天价合同，每件单价高达5万卢比，几乎够在失眠买下3套专业登山装备。钱哪儿去了呢？显然是被上面层层克扣，最后只能委屈印度士兵裹着破棉被挨冻。所以，为什么每到冬季大雪封山的时候，印军总会从加勒万河谷的中印对峙线上撤下来？不是他们服软示弱，而是为了保命。寒风凛冽，他们根本守不住。即便有个别的印度士兵体质异于常人，能扛住零下几十度不被冻成老冰棍，也很可能会因为缺粮少水渴死饿死。要知道，这附近的河流和支流均为半咸水，根本无法饮用。而且，由于后勤交通实在过于拉胯，新鲜食材也一直供应不上。夏天兴许有一些新鲜蔬菜配咖喱，但到冬天就只能啃大饼充饥了。与此同时，还要面临潜在的高原并发症，像肺、脑水肿以及低温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都能随时要了他们的命。这就是印度所谓700亿军费的真实写照。大头基本都进了印度高官的私人金库里，而绝大多数的普通士兵只能捡别人吃留下的残羹冷炙，不仅吃不饱、睡不好，装备还贼拉胯。这样的部队能不能打？答案显而易见。一个治军不严的国家，注定很难赢得了胜战。我们的士兵每天只吃2顿饭，但从来没人敢提出抱怨。这是前朝鲜人民军军官李明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提到的一句话，向世人展示了朝鲜近乎变态的军队生存法则。朝鲜这个国家人口也就2588万左右，在国际制裁的大环境下，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可偏偏军队的规模大得惊人，现役军人就有120万，放眼全球，这军队规模能排到第4，跟他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比，那是相当不匹配。说起来，朝鲜的国力和军力差距大得离谱。2024年，朝鲜的 GDP 在全球排名第130位，西方国家对他们长期封锁。在全球政治舞台上，朝鲜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在军事领域，朝鲜在全球军事排名中居然能位居30左右，这反差是不是让人惊掉下巴？其实这一切都跟朝鲜的先军思想脱不开关系。从建国开始，朝鲜就奉行先军思想，把军事摆在绝对优先的位置，搞全民皆兵，结果朝鲜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在这个人口刚过2500万的国家里，现役军人约120万，平均下来每21个公民里就有1个当兵的。第二，再把650万预备役和78万准军事部队算进去，军事体系吸纳的劳动力接近全国人口的 30%， 这比例放眼全世界
都找不出几个能与之相比的国家。这种极端军事化的政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苗头。1987年，朝鲜推行全社会要塞化政策，那时候现役军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 3.1%， 而同期的中国这比例才 0.4%， 苏联是 1.8%。到了2025年，朝鲜现役军人占总人口比例飙升到了 4.6%， 每年得有大约 16.2 万青年被征召入伍，这人数超过了同年全国新生儿数量的1/3。韩国统一部在2024年发布的朝鲜人力资源白皮书里提到，朝鲜18到30岁的男性 92.7% 都被强制征兵，而韩国同期的服役率只有 63.4%。更让人想不到的是，2023年修订的兵役法把女性的服役年龄从17至23岁延长到了30岁。那些在纺织厂工作的适龄女性每个月还得参加72小时的军事训练。朝鲜的兵役周期也是一延再延。2022年金正恩签署了关于加强革命武装力量的决定，陆军服役期从10年延长到了13年，海军从7年延长到10年。到2025年，军队里30岁以上的士兵占比达到了 19.3%， 创下历史新高。在平壤防卫司令部这样的核心部队，精英家庭出身的军官服役到50岁才退役，他们的子女接着被送进军校，军事精英世代传承。普通农民子弟就算退役了，也得加入红色青年禁卫队。60岁之前每年都得参加至少45天的实弹演习。这种全民终身军事化的制度，让朝鲜农民下田干活的时候肩膀上都可能扛着步枪。说到这儿，肯定有人问，朝鲜到底咋养活这么庞大的军队？答案藏在全社会资源的集中供给里。先说粮食，联合国农粮组织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朝鲜民用粮食配合过去3年一直维持在每天380到420克，其中 30% 得靠国际援助和进口。军队这边完全不一样，掌控着全国 87% 的可耕地，差不多180万公顷，自己搞了个第2粮食战线，实现了自给自足。像驻扎在两江道的第7军团农场2023年引进了中国辽宁的覆膜栽培技术，玉米单产直接提升到每公顷 5.8 吨，比普通农业合作社的量产高出 120%。 这些军管田产出的粮食不仅够军队自己吃，还有盈余，通过平壤光复街的军方商店给高级军官家庭提供特供。再看能源，军队的优先性体现得明明白白。在平壤，普通家庭每天只能用上4小时电，可位于南浦的西海卫星发射基地有独立的燃煤电厂，一天的消耗量相当于 2.5 万户居民1个月的用电量总和。朝鲜每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柴油 43% 都被军用卡车运到了地下油库，而且朝鲜独特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也离不开能源的优先供给。比如说平壤南道的顺川磷肥厂，白天生产农业化肥，晚上就摇身一变成了军用电池原料生产线，妥妥的军事资源一部分。面对国际制裁和封锁，朝鲜军方也没坐以待毙，搞出了自己的危机转化能力。2024年9月，台风苏拉袭击黄海道，20万人瞬间失去家园，可军方反应迅速，马上启动战时赈灾预案，把 40% 的国际援助粮食都转运到了军事仓库，还有生物资源也被朝鲜军方军事化利用起来。两江道的长白山药用植物研究所每年采集15吨野生人参，其中 90% 用来给军官制作滋补剂，剩下的就通过丹江口岸出口赚外汇。而在工业生产方面，朝鲜全国 37% 的民用工厂都被强制改造，装上了武器制造模块，工人们还得掌握把农用拖拉机改装成装甲运兵车的技术。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东边3公里的第47人民工厂，工人白天生产儿童书包，午后就切换到防毒面具零部件的组装，这就是朝鲜自创的平战双模生产线。同一批工人既能生产民用产品，又能组装军用装备。虽然朝鲜这样不顾一切搞军队多少有点牵强，但是他们养出来的军队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就拿俄乌前线的表现来说，美国 CNN 都承认朝鲜特种部队作战勇猛，乌克兰士兵也说朝鲜士兵灵活走位，用3-3制战术打得乌军措不及手。他们不怕死，为了冲锋快，直接扔掉头盔和防弹衣，单兵能带300发子弹和一堆手榴弹，只要有小组突破防线，就能靠弹药死守等增援。装备上朝鲜也不含糊，陆军有先军915坦克，性能直追早期的 T72， KN25 型600毫米火箭炮据说能打400公里，还能装核弹头。防空的 KN06 导弹比 S300 还厉害，导弹部队的火星炮11能打500公里，带核弹头威慑力十足。轻武器从仿制 AK 到自研新款，不断更新换代。朝鲜军队战斗力这么强，背后离不开扎实的思想建设。朝鲜领导人一直很重视这方面，金正恩要求人民军用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国防委员长的革命思想
牢牢武装自己，把人民军打造成思想和道德的强军。每次视察部队，他都先去参观部队的革命史迹教育室，叮嘱要传承伟大领袖们的军事思想和建军业绩。而且在朝鲜，从军队高层到基层，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日常重点工作。在军营里，士兵们常常聚在一起，学习朝鲜的革命历史、国家的发展理念。通过这些学习，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使命感不断增强，心里都装着要保卫国家、守护人民的坚定信念。这种思想建设让朝鲜军人在战场上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意志，同时朝鲜也不忘通过文艺活动来激励自己的战士们，并且他们还有自己的特色。朝鲜有专门的人民军文艺宣传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军队里搞文艺演出，给官兵们加油打气，提升大家的精神面貌。演出形式多种多样，有唱歌、跳舞、戏剧表演等等。这些文艺宣传队不仅在军营里表演，还会走到社会上，在遇到自然灾害或生产困难时，到现场为民众和军人加油鼓劲儿。像在农业生产遭遇难题的时候，文艺宣传队就会到田间地头，用精彩的表演给农民和参与农业支援的军人带来欢乐和力量，激励大家战胜困难。还有朝鲜的一些艺术团体会专门为军队创作相关的文艺作品，比如音乐舞蹈综合演出，用白头山枪杆子迎举最后胜利。里边的节目像混声合唱，飘着最高司令官旗夺取胜利，舞蹈我们的枪杆子的都充满了战斗气息和鼓舞力量，让军人看了热血沸腾，更坚定保家卫国的决心。而且军属们也会开展文艺活动，诗朗诵、乐器弹唱等节目，丰富了军队的文化生活，给战士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朝鲜靠着这种极端的军事化模式，维持住了全球第4大军队的规模。在国际制裁的巨大压力下，军队在战斗意志、战术运用以及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展示出了相当的实力。不过这也把整个国家的社会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全国的资源都往军队倾斜，民众的生活难免受到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制约。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国际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朝鲜这么重视军事，也是为了保障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很容易就会被欺负。您觉得朝鲜用这种模式养出的100万大军，到底是国家的护身符，还是发展的枷锁？来评论区唠两句。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